逮到你好几次了啊！每次韩主任从这儿路过，你都要偷看几眼。你一个小护工，该不会是对韩主任有意思吧？你还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韩主任可是院长的女儿，是你能喜欢的吗？你这个护工的工作还是韩主任发善心给你的，要不然你个大专文凭能进我们医院？韩主任的偶像呢，可是医世无双、救人无数的林峰医生，他才看不上你这种连手术室都进不去的护工呢！快让开，快让开，让开！快联系血库。好的。患者无意识、无呼吸、无脉搏，准备心肺复苏程序。小张，准备 AED。小李，建立静脉通路，准备肾上腺素。AED 就位，正在避移心率，持续胸按压，每分钟100到120次，准备第一次电击。快去叫林峰。林峰，韩主任喊你，你快跟我走。韩主任要见林峰一个护工，这怎么可能？首富宋征的孙女出了车祸，前面已经转了6家医院了，伤势严重，情况危急。现在急需一个人来给韩主任打下手。首富的孙女都已经转院6次了，林峰他一个护工去给韩主任打下手，能行吗？还不是因为急诊科无人可用，林峰止血技术过硬，所以韩主任才喊他。林峰，没时间磨蹭了，你快跟我走。林峰止血技术过硬，这怎么可能？这刚林峰爆炸的。韩主任，我把林峰带过来了。这不是被清雅介绍来医院的臭护工吗？清雅，你是不是叫错人了？你叫一个护工来干嘛？他能帮什么忙？林峰虽然是护工，但是他是我见过止血最好的人。哼，止血技术最好。不好了，韩主任，患者血压降低。林峰，你先帮李副主任按压伤口。好。不用，他一个护工懂什么？只会碍手碍脚的，还不如我自己来。等一下，你手法不对。我一个主治医生，我治过的病比你见过的病人都多，我这是在救他的命。如果患者是成年人，你这样做的确没错。但患者是个小朋友，你按压这个部位会压迫他的气管，如果再按下去，会把他憋死的。呼吸恢复了，血压也恢复了。林峰，准备跟我们一起做手术。林峰，你只是个过来帮忙的护工，注意你的身份，在手术室里，一切都要听主刀医生的，你没资格擅自做主。患者肋骨骨折，体内有多处玻璃碎片，为了避免2次伤害，需要将玻璃碎片取出。患者体内有异物，必须要小心翼翼地剪开，露出伤口，稍微力道大了1分都会引起大出血。剪好了。取玻璃的时候，必须要扒开伤口才能下镊子。这种情况下，必须要专业的主刀医生才能下手。稍有偏差，玻璃残渣就会进入血液，流动到心脏，危及生命。扒开了，该取玻璃了。镊子。林峰怎么会对手术步骤这么熟悉？难道他会做手术？孙世清，上呼吸机。患者失血过多，上呼吸机，准备抽血，快！都是因为你不听指挥瞎操作，才会导致病人病危，还不快抢救！你干什么？你干什么？患者失血过多，是因为胸膜腔内压增高，导致了静脉扩张，必须立刻开刀引出腔内气体。胡说八道！我怎么没看出来患者中膜腔内压增高？再说，就算真的有问题，也应该是我们这种正经医生下手，哪轮得到你们护工动刀？韩主任，患者即将停止心跳，患者胸膜腔气压增高，准备手术，快！马三全，孙女儿已经转了6家医院了，你们医院是我最后的希望。要是救不回我孙女儿，你这个院长别干！宋伦先生，
你放心，我女儿是急救科专业医生，一定让你孙女儿脱离生命危险。不好了，患者开始抽搐了。这就是你说的急诊专业医生，能保我孙女脱离危险。安三全，为了给你女儿刷履历，漠视其他病人的生命，还配做医院的院长吗？老天，来干什么？我身为仁爱医院的副院长，当然是来治病的。安三全，你为了让你女儿顺利接手医院，漠视其他病人的生命，你未免太自私了吧？你这话什么意思？我并没有私心，只是情况紧急，青雅有能力做手术，所以才让她主刀。现在情况危急，你确定你女儿有这个能力吗？你先别吵了。现在孩子的伤势最重要，我先看看情况。他们居然在这种环境下给病人开刀，这种情况除了林神医，还没有人成功过。张院长，你作为国际医学研究院的院长，肯定认识林神医，能不能麻烦你，请他救救我孙女啊？哎，我也只是在林神医的颁奖典礼上和他有过半面之缘。如果林神医出现的话，我一定能够认出他。只可惜，他已经失踪了。啊？血压回升，血氧92，呼吸恢复了，胸膜腔内压也恢复了。准备收尾，监督胸内气压指数。林峰，你跟我出去一趟。林峰，你之前做过手术吗？做过。你今天表现不错。哦，我打算给你升职，做我的助理，怎么样？不行，他一个小小的护工，就算要升职，也不能升到主任助理的位置。你这样做，就不怕引起别人的不满？一个护工都能升为主任助理，做事如此草率，韩院长，你女儿真的能力足够吗？爸，我让林峰当我的助理，不是空穴来风，我认为他是有实力的。有实力？他只是一个护工打杂的。宋先生，这都能升为主任助理，可见韩主任的实力也是一般的。韩主任，你竟然让一个护工做你的助手，这分明是不把我孙女的安危放在心上。幸好这次茵茵没事儿，你要是有事儿，一定拿你审问。潘主任，我刚才观察到病人的心电图有些异常，需要做一个超声检查。宋先生，不要听他瞎说，您女儿的心脏体态特征是完全正常，没有必要检查。你是叫林峰吧？你刚才为什么要诅咒我的孙女？我没诅咒她，我只是陈述事实。还敢狡辩？来人，把他给我带下去。宋先生，你再怎么着急，也要等到检测报告出来再说吧。我们不如给病人做一个超声检查，如果有事，我们能及时制止；没事的话，也不能影响到您。您说是吧？韩主任，我行医治病这么多年，难道还比不上一个护工吗？就是啊，师妹，赵天可是咱们医院界内的翘楚，与其听一个小护工在这耽误时间，还不如听赵天的呢。病人心率一致，但振幅却下降了，他的心脏一定有问题。林峰，一个护工允许你上手术台，已经是莫大的荣幸了，你还在这里说三道四。来人，给我拖出去！我看谁敢！赵天，多做一项检查是对病人的保障。你怎么这么着急判断林峰就是错误的呢？还是说你怕是您错了，怕丢人呢？
怕丢人？韩主任，我一路走到今天这个位置，没有出过错吗？怕什么丢人？我只不过不想自降身段，和一个护工计较吧。要做检查可以，如果做检查没有问题，该怎么办？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愿意辞职离开。青雅，好，有宋老先生在这里作证。如果你输了，可别说我欺负晚辈。青雅，你太激进了。爸，我相信林峰。李云，你去手术室检查一下。等我把宋清雅送出医院，还有谁能和我抢韩三全的位置？你是？怎么样？超声检查结果显示，一切正常。怎么会这样呢？难道真是我看走眼了？韩主任，你是不是该主动请辞了？青雅，你说你这是何必呢？都怪你，要不是你，师妹也不用主动请辞。林峰，你知不知道他为你放弃了多么重要的东西啊？我师妹前20年都投身于医疗事业当中，发誓要成为林神医那样的人，却会因为你不光热爱的事业没了，连未来也没了。好了，师兄，我的事业和未来没那么重要，只要病人是健康的就好。你这样做真的值得吗？准备急救手术。够了！什么时候了，你还要吹牛？林峰，你想上位是想疯了吧？检查结果明明在这里，难道你说你比机器还厉害吗？我不同意。赵天，你医院任由一个护工胡作非为，我宋家用不起，我要带茵茵转院。宋老爷子，如果您不想让您孙女出事情的话，我劝您最好听我的。不好了，病人突然器官衰竭，情况危急。啊！检查结果刚刚出来，怎么会突然器官衰竭？准备手术。好，快！怎么不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不是说我孙女已经脱离危险了吗？怎么突然又器官衰竭了？我现在也不知道啊。从现在开始，这场手术由我主导。韩主任、于副主任，你们帮我打下手。孙护士，你负责递刀。林峰，你不过是碰巧蒙对一次，你别太嚣张了。我告诉你，手术室可不是你玩闹的地方。主刀医生的位置你不配，你给我让开！我让开，你会治吗？就算我不会，这里还有清雅，轮不到你主刀。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治，或许这次的手术只能由林峰来完成，因为他几次的预判都对了。师妹，没准是他蒙对了呢。我们是之前太相信机器了，但是现在这个情况机器是无法检测的。但是林峰他发现了。林峰，我愿意再相信你一次，全力配合。手术开始。叶子，支脚前。血压回升，血氧92。输血，建立体外循环。血氧浓度56、57、58。我没看错人，林峰果然是有实力的。林峰，你最好把手术做好。要是连累了清雅，我拼了这条命也不会放过你。那小子确实有点本事，居然能看出来问题。不过他就算看出来又怎么样？能看出来未必能救人。等你把首富的孙女害死了，院长的位置还是我的。赵强，他们到底能不能救我孙女儿？说话呀！我孙女到底会不会有事儿？难啊！宋首富，
那小子只是个护工，就算他走了狗屎运，猜对了您孙女的病，也根本主刀不了这场手术，您孙女的命保不住了。为什么？你不是副院长吗？让他们滚出来！你去做手术救人。宋老先生，您不知道，心脏衰竭的黄金救治时间很短，现在时间已经被他耽搁了，我也无力回天啊！张人，真的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确实像赵副院长说的那样，况且这种心脏手术，除了林神医以外，我还没有见过其他人成功过。像您孙女现在这种情况，只怕是凶多吉少啊！宋老，要怪就是怪韩主任和那个小护工过于在您面前表现，耽误了时间呐！怎么会这样？难道我孙女今日注定要命丧于此吗？韩清雅，都是你干的好事儿，要不是你一孤行，患者能走不出来了吗？高兰，都录下来了吗？像这种品质恶劣、医德败坏的医生，一定要曝光出去，绝不能让这种败类影响到我们医院的声誉。赵院长放心，我作为医院宣传部主任，已经通过监控记录下了整场手术，随时可以将他们曝光出去。手术成功了。你说什么？难道手术成功了？那个护工难道真会做手术吗？清雅的坚持是正确的。对，手术圆满成功。待会儿医护人员可以进去检测。不过患者刚刚做完手术，身体比较虚弱，待会儿你们安静一点，不要影响到患者休息。真的？这绝不可能！短短半个小时时间，怎么可能完成手术？一定是患者死在了手术台上，是不是？赵副院长，你什么意思？难不成你盼着我孙女在里边出事吗？宋老，我身为仁爱医院的副院长，江城医学学会的会长，乃至全世界医学学会第3期预备会员，我治疗的病人比你见的都多，你难道不相信我的专业判断吗？韩院长，你怎么说？我相信我的女儿不会骗我的。这种毫无根据的看法，就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了。哦，我算是明白了，你让我们进去，好将手术失败的责任抛在我们身上，从而撇清你们自己。我说了，手术没有失败。林峰说的没错，我们治好了您的孙女。清雅，当时手术室的情况您都看在眼里，器官衰竭，神仙难治啊。那如果我救活了他？是他，就是他。没想到我竟然发现了他的踪迹，不行，我得赶快回去准备厚礼。林峰，我相信你是一片好心，但现在的情况是，但凡有一切可能，我都愿意相信。可事实摆在这儿，人死不复生啊！爸，你也不相信我们吗？相信你们，那宁愿相信世界上有鬼。你们两个为串通一气，将医疗事故的责任想撇在我们身上，你们根本就不配做医生。你们这些庸医竟然如此歹毒啊！我孙女都这样，你们还想利用她？我一定让你们付出代价！手术室就在这儿，救没救活，您一看便知。宋老，千万不要被这个护工骗了。他们说能救人，他们哪有这个实力能救人？一个护工，一个小年轻，一个副主任，他们连半个教授都算不上，救人他们凭什么？对啊，尤其是那个林峰，明明就是个才来没多久的护工，竟然不自量力做手术，他配吗？要我说，就应该把他们都抓起来，都是他们害死了宋老的宝贝孙女，必须要他们负责。把他们全部……爷爷。咦，我怎么听到了茵茵的声音？是幻听吗？宋老，
这件事不劳您出手，我们医院的事情我们自己解决。来人，把这几个庸医给我抓起来！这下就能把林峰和韩清雅一起赶出医院。宋老，您被赵天给误导了。林峰虽然只是个小小的护工，但今天多亏了他，您孙女才获救的。宋老，您进去看一眼就知道了，您的小孙女真的没事儿。我看你们就想趁我们进去偷偷逃跑，是不是？来人，把他们给我抓起来！宋老，您确定您还要在这儿听他废话吗？你什么意思？您进去看看就知道了。爷爷，你在哪里？这里是哪里？茵茵怎么样？爷爷，茵茵还以为见不到爷爷了。怎么会呢？爷爷呀，一直陪着茵茵呢。刚才呀，爷爷是给茵茵找医生去了。你看，这医生不是把茵茵治好了吗？医生？刚才救我的那个大哥哥呢？他就是爷爷找来的医生吗？看来是我误会那个姓林的护工了。等会儿出去要好好报答他。对，就是他治好了茵茵，爷爷呀要马上去报答他。宋老，这绝不可能！孩子明明已经器官衰竭了，在这么短的黄金时间内，一个小小的护工怎么可能把人救回来？这不可能！怎么不可能？林峰的实力是我们大家有目共睹的。如果不是他的话，我们根本就没有能力将宋小姐从鬼门关拉回来。不，这绝不可能！这是瞎猫碰到死耗子了。是宋小姐自己运气好，跟林峰没有关系。赵副院长，你是觉得我脑子进水了吗？运气不好这句话你也说得出口？看看，林先生，我郑重向你道歉。刚才我是听信谗言才错怪了你，没想到你真的有能力救回我孙女。应该的，本职工作吧。好，小兄弟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我一定全力报答。不用，我不是为了想要您的报答才出手救宋小姐的，我只是不想看到这样一个鲜活的生命在我面前消失罢了。听到了没有？这才是医者仁心。是不是医者仁心，咱们暂且不谈。现在宋小姐的情况算是基本稳定了，但是呢，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静养，所以我希望宋老爷子您多抽一些时间，多陪陪她。还有就是多给她弄一些滋补的药膳，补补身体。对，林先生所言极是，我万分感激。不用感谢，真的是本职工作。我先走了。哎，林先生，请留步。这是宋某的名片，你拿上这张名片到宋家，宋家绝无二话。我宋家上下所有企业见到这张名片，就如同见到我本人，请林先生一定要收下。这是宋老私人名片。听说宋老的名片在黑市价格都炒到了6个亿，而且有价无市。林峰，宋老居然要把名片给你呀！这张名片为什么不给我？如果我有了这张名片，全国无论哪家的医院院长的职位都随我挑选。哎，林峰，林峰，你等等我。哎，今天我就知道你没问题的，要不是有人阻拦，我们早就救下茵茵小姐了。还好，宋老没有听取赵副院长的谗言。既然结果是好的，那你之前顶撞我的事儿，我就不跟你计较了。早说你这么厉害，这行。死鸭子嘴硬，这次要不是有林峰在，咱们早就被收拾了。总算是结果是好的嘛，我们又成功的救了一名患者。清雅，这次呢是爸的错，我不该错怪你的。爸，你该道歉的人不是我，是林峰。他顶着宋老给的施压救下患者，不然我们医院的名声早都毁了。林峰，这次多谢你了。您太客气了，院长，这是我的本职工作。既然手术已经结束了，
那咱们都散了吧，别一会儿影响别人用手术室。好的。好。会这样？林峰他只是一个小小的护工，怎么能抓住这么短的抢救时间？就连我做这种手术也有很大的风险，凭什么他这么云淡风轻？凭什么？就凭林峰能把患者的安危放在第一位，在你眼里只有利益，你根本就不配做一名医者。我不配，我的医术经过全国专家的鉴定，经过数万患者的考验。林峰他只是一个小小的护工，走了狗屎运而已，他根本就比不上我的医术。你想知道我是不是走了狗屎运？一会儿自己看一看手术室的回放就知道。毕竟你也是个医生。林医生，你找林医生有事儿？刚才林医生动手术的时候，我直播了整个过程，现在网上都是在夸林医生医术厉害的，而且有个大主播想过来要个签名呢。如果能够得到这位主播的支持，对我们医院接下来的宣发是很有帮助的。对了，林医生，你介不介意？我不介意。那就好，就等你这句话了。那个美女主播已经过来了。您就是林医生吧？刚才的直播和您的手术过程我都看了，很精彩。能不能请您帮我签个名？能不能请您帮我签个名？可以。这么帅的签名，没想到林医生不仅医术厉害，字也写这么好看。那您先慢慢看着，我先走了。这个可是100万粉丝的女网红啊！没想到这么大的网红居然会来找林医生要签名，林医生的魅力也太大了，这下子真的要火了。我就知道我没看错人，以后我们医院有了林峰，会越来越好。幸亏我提前有准备，要不然他怎么会这么风光啊？这时候知道往自己脸上贴金了，迟了。若不是你几次三番的纠缠，宋总能对我们医院产生这么大误会吗？院长，君子论迹不论心，只要有结果就好了嘛。希望赵副院长能从这件事中吸取足够的教训，不要再干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儿。哼，你不也没看出林峰医术高明？哎，林医生已经走了吗？刚才我朋友还嘱咐我也帮他要一张签名呢，一激动给忘了。这有什么？林峰是我们医院医生，碰见他再要不就行了。也是，换他们了，反正我已经有林医生的签名了。林峰的字果然好看，难怪孙诗晴这么欣赏他。哎，等等，这次怎么和神医给我的签名有几分相似啊？林峰，他会不会和神医有关系？我找林医生有事儿，先走。林峰，你等等。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你要如实回答，不能撒谎。什么问题？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他发现我的身份了。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学过医的学生，适合进急诊科。但是就你今天的表现而言，我觉得你根本就不是学生，你就好像是那个做了无数台手术的临床医生，你知道吗？碰巧而已。碰巧？对。你觉得我信吗？啊，一个护工，他不仅能做手术，他的技术还非常的精湛，你觉得我信吗？你到底是谁啊？护工。哎，你等等我。韩主任，林峰，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没什么呀。韩主任刚才不小心把脚崴了，我扶了他一下，对吧？啊，对，是。那个，你们有事你们先聊，我先走了。啊！我也跟你一起去。韩主任真不小心。
主任，这个。林峰，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你到底是什么人啊？我能是什么人呢？我不过是一个运气好一点、懂一点医术的普通人罢了。我才不信！你要是普通人的话，又怎么会？老婆，你可别杀我，老婆！老婆，求求你们，求求谁能救救我老婆呀！来人，救救我老婆呀！求求你们救救她呀！孕妇早产，联系医院，调集人手和器材。好。现在这胖才方是真花招啊，连孕妇都出来了。是啊，哥们儿，这可不敢扶呀，万一把你讹上了，裤衩子都得赔进去。没有，我不是碰瓷儿的，求求你们，救救我！我知道，我相信你，你先冷静一下，听我说。我是医生，现在你要做2件事：第一，找干净的衣服，越多越好；第二，找遮挡物。快去，来，这儿交给我。你们有干净的衣服能借我吗？有干净的衣服能借我一下？我有钱，怎么办？你买得起？我这件衣服你搬1年的穿。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帮帮我吧！救救我老婆！我做牛做马，感谢你们！求求你们！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叔叔，这个可以吗？让开！你们这些大老爷们儿呀，还瞒一个小姑娘有担当呢，丢不丢人呐？哎，我这有衣服，赶紧垫上。是，地上脏了，别让你媳妇伤了身子，快去！我这儿也有一件衣服。谢谢。现在要进行初步急救，谁有遮挡物？大衣、伞、衣服都行。哎，我这儿有伞，哎，我这儿也有伞，我这儿也有。来，到我面前一字排开，来，开伞。已经联系上医院了，人马上就到了。现在什么情况？孕妇腹部遭受外力撞击，胎儿受了刺激，恐怕要早产。这么严重？哎，你好，让医生，快把病人送上救护车。手术室已经准备好了。等一下，现在去医院已经来不及了，马上寻找合适的场地，充当临时手术室。现在病人情况这么危急，不送医院干什么？高压90，低压50，产妇血压太低了，情况很危险。林峰，你难道要在医院外给孕妇接生？产妇情况不容乐观，她根本撑不到医院，只能现场接生。明白。我们现场临时搭建手术室，大家请让开。哎，医生，我们工地有帐篷。太好了，快准备一下。哎，亲啊，产科手术不是儿戏，稍微一不注意就是1尸2命。你看看这个环境，医疗手段、无菌环境都不达标，贸然手术是会出医疗事故的。不用说了，我相信林峰。林峰，这次拜托你了。朋友们，现在我们正在展开一场危险系数极高的户外接生手术。参与手术的人有我们医院的2位主任医生以及上次的林峰护工，请我们祝愿岳父母子平安。什么情况？韩主任竟然带着护工给别人接生，这个韩主任到底怎么想的？让护工参加妇产科手术，这不是开玩笑吗？把人害死怎么办？林峰怎么了？你是不是发现什么问题了？难产。大夫，我求求你，一定要救救我老婆呀！你放心，不会有事的。搭把手，快！来，慢一点。来，3、2、1，起！
慢放，慢放，慢放。林峰，什么难产？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啊？这个护工怎么回事啊？上来就咒孕妇难产，真是倒霉催的。如果真乌鸦嘴说中了，患者出事，他们一个个的都跑不掉。能不能把这个家伙赶走，然后把孕妇送到医院啊？林峰只是根据实际情况给出的判断，而且从这里到医院还有很长的距离，途中万一出现问题，根本来不及手术治疗的。姐，我们还是赶紧把产妇送进医院吧，或许还来得及。从发现孕妇那刻起，他就是这个手术的参与者，他有权发言。可是产妇的情况还算乐观，没有出现难产的情况啊。不好了，李主任，产妇停止宫缩了。什么？你让开，走。提前联系医院血库，准备应对大出血。大出血？啊，我去联系血库。谢琳娜，闭上你这乌鸦嘴！要是孕妇真出现什么问题，跟你没完。你们在干什么？你们在干什么？谁允许你们做手术的？他们的挂号费有没有交？出诊费、医疗费有没有交？没有缴费，你们在这忙里忙外的在这做手术，你们有没有把医院的规章制度放在眼里？赵副院长，事急从权，现在最重要的不是缴费，是救人。你一个小护工哪有你说话的份儿？现在孕妇难产，十分危急，需要紧急救治，救治完之后再缴费。胡闹！他们不清楚，你还不清楚吗？他们没有缴费，医院拿什么赚钱？手术中所消耗的医疗器材成本谁来承担？医生，我有钱，求求你先救我老婆，我一定缴费，一定缴费！滚开！你给我钱干什么？你要缴费去医院前台查。我老婆难产，要死了呀！你老婆是死是活跟我们院长有什么关系？要遵守规章制度，懂不懂？谁打我？你们这群连手术费都拿不起的刁民，信不信我抱腿抓你们？谁说他没有手术费的？王哥、赵哥、小李，你们怎么都来了？听说你媳妇儿出了点事儿，哥几个就赶紧过来了。我这儿有2万，你拿着，不够啊，我再去取。我这1万5，拿着。哥，我这里有5000，你就拿着吧。谢谢你们。现在可以给老赵他媳妇儿手术了吧？就你们凑这点钱，连我跑一趟都不够，何况现在有这么多人。你是想害死我媳妇儿吗？我他妈的！你们想干什么？想打人吗？赵副院长，现在这场手术最重要的是孕妇的安危问题。他们都有钱了，我们还是赶紧把手术给做了吧。既然是这样，我就勉为其难看看吧。闲杂人等，全部离开。这台手术他做不了，准备接手。哎，手术过程当中别对着孕妇。好的。不好，产妇血液中的含氧量迅速降低，血压也降低，并与出血量严重不符，出现血尿症状。冷静，仔细观察孕妇的情况。孕妇呼吸困难，并伴有抽搐。你好，你听得到我说话吗？糟了，孕妇完全失去意识。羊水栓塞，产妇出现羊水栓塞。羊水栓塞，发病率只有10万分之7的羊水栓塞，竟然被我们给遇上了。赵副院长，我们这儿您最有经验，您说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医院治不了，安排转院吧。你说什么？你现在安排转院，就等于要他的命，一尸两命！你这是医生吗你？那以韩主任的高见，我该怎么做呀？绝对不能放弃，继续抢救。韩清雅，你知道羊水栓塞意味着什么吗？产妇一旦出现羊水栓塞，死亡率高达86%。凭我们现在的条件，根本没有办法完成手术。那也不能放弃。我不是放弃，我是说转院。产妇只有在医院动手术，才能最大保证产妇的安全。
黄金救援只有5分钟，你现在给他转院，你就是不想让产妇死在你的手术刀下，你想逃离自己的职责。是，我不想担这个责任。那你呢？你想抢救，你有把握救下这孕妇吗？韩主任，还是先进医院吧。赵院长，你是为了咱们医院好呀。你们根本就不配当医生。韩主任，这台手术我们做不了。谁说做不了？有我在，他一定会平安的。这台手术由我来做。你疯了，林峰！你为了给韩清雅撑腰，简直是不择手段。你知道羊水栓塞意味着什么吗？十死无生！你想抢救，你以为你是谁呀？你是神医吗？林峰，你可以吗？他少说2句我就可以。韩清雅，你疯了吗？连我都没有把握的手术，他一个护工怎么能做？没错，我相信他。以他现在的技术和对病人情况把握的精准度来看，他是我目前见过最厉害的人。你才见过几个医生？他是第一个发现产妇情况不对，让我准备血库的人。如果说这个手术室需要一个救周太太的人，那这个人一定是他。韩主任，做手术可不是小事，不是只靠信任就能挽回病人生命的。韩主任，要不就听赵副院长的，赶紧抓紧时间安排孕妇进医院，说不定还有机会。看到了吗？韩清雅，我的意见才是众望所归。林峰，时间来不及了，你是孕妇最后的希望，你可以吗？韩清雅，你就倔了！你想承担医疗事故，你自己承担，没空在这跟你胡闹。你等这个护工呢，万一出了事，看你怎么交代！走，准备开始抢救。所有人配合林峰，林峰主刀，其他人配合。距离发现产妇羊水栓塞已经过了1分半了，只剩下3分钟左右的黄金时间了，来不及了。羊水栓塞抢救，这怎么可能有人做到啊？羊水栓塞是啥呀？羊水栓塞就是全身的血液被污染，需要快速的把孕妇全身的血都要换一遍。之前那位神医有过一次成功的案例，一场手术27小时，用血6万毫升，相当于17个成年人全身的血量。这么可怕？那这场羊水栓塞的直播能成功吗？看，报时。北京时间11点23。韩清雅1注，李元2注，小孙倒计时3分钟。从现在开始，这台手术由我主刀。黄金时间只有5分钟，现在只有3分钟不到的黄金时间。林峰想在3分钟之内完成手术，他以为他是谁啊？神医吗？或许他真的就是神医呢。不对，神医怎么可能在我们这种小医院？医生，我老婆怎么样？你老婆怎么样跟我有什么关系？不是，我把钱都给你了，我老婆人呢？你怎么不救她呀？孕妇羊水栓塞，我们医院没有能力治疗，就要在黄金治疗时间安排转院的时候，里边的几个医生硬要治疗，恐怕你老婆凶多吉少了。不可能，明明是那个好心的男医生先来救我老婆的，你说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故意害我老婆？滚开！你把话说明白，不然我们天天蹲大牢，也要给你个教训。你们恐怕不知道吧？你嘴里的好心医生根本就不是什么医生，只是个护工，只是个打杂的。护工？没错，就是他。你嘴里的好心医生马上就要把你老婆给治死了。没想到那个面站的医生竟然是个护工。周哥的老婆好不容易怀孕了，竟然被害人一条命，行，我忍不了了。周哥，救嫂子去！走，不能让他把我老婆给害死！走！你干什么？局部静脉麻醉，静脉麻醉。你们给我让开！我要把我老婆带走！里面在动手术，你们进去就会害死人的！放屁！你们院长都跟我说了，给我老婆做手术的是个护工。你不要再不让开，我可对你们不客气了！让开！林峰，外面好像有人闯进来了。现在是手术的关键时刻，要是他们现在闯进来的话，手术会彻底失败的。加压给氧。
孕妇在难产，在抢救呢。抢救？你们那么多医生，说让一个护工抢救，这哪是抢救，分明是害人！没错，朱哥，赶紧去救人吧，去晚了人就没了。你们要相信林峰，林峰很厉害的，一定能把人救回来。擦汗。阿托品1毫克，净推。一个小小的护工，他懂什么医术？别怪我没提醒你，现在里边可没动静。什么？没准儿啊，你的老婆被他给治死了。老婆，王八蛋，还我老婆的命！哎，你干嘛呀？起来！错吧？不会吧？他只用了3分钟就完成了剖宫产。病人家属啊，我是我老婆孩子，母子平安，太好了。不过产妇只是暂时脱离危险，后续还要到医院继续手术。你刚才说母子平安？对，恭喜你，是个儿子。我他妈有儿子了，有儿子了！谢谢医生，谢谢医生。你们这么多人围这儿干什么呀？我们知道孩子出生了，特意过来看看啊，看看。对，看他们就是来看看。不可能，他只是一个小小的护工，怎么可能会接生？没准你老婆明明被他给治死了。你给我闭嘴！你刚才咒我老婆孩子也就算了，现在还差点误会，让我冤枉我家的恩人。王哥、赵哥，我收拾他！你们要干什么？李医生，谢谢你，对不起，我刚才听了那个老东西的话，我差点误会你，你谅解我。没事，我不在意，你不用向我道歉，你该道歉的是韩医生。韩医生，对不起，我刚才不应该推你，你要打要骂冲我来，是我对不起你。没事，一时情急之下能理解。好了，你们先在外面等一下，我们还要继续手术。哎，李医生、韩医生，这是我身上所有的钱了，我给你们赔礼道歉，求你们一定别牵连我老婆啊！你这是干什么？没事的，我们是医生，救死扶伤是我们的天职，我们不会因为这点事儿就不救患者的，行吗？没想到这2位医生年纪轻轻，不仅医术高超，医德还如此的高尚，我真不是个东西呀！接生手术顺利结束，辛苦各位。孕妇现在的情况还算稳定，后续手术回医院进行，安排回医院，动作要快。另外，注意孕妇保暖。安排转移回医院。韩院长，这次我们真的要火了！我把林峰直播救孕妇的过程全给直播下来了。现在热度嗖嗖的往上涨啊！底下评论都是在说林医生医术神通的。那就好，那就好。看来啊，小林马上就要成为咱们医院的金字招牌喽。妹妹，我找到能治好你眼睛的人了。可是，哥，你不是说能救好我眼睛的只有林神医吗？现在林神医失踪了，你上哪儿找去？相信我，能治好你眼睛的医生就在这所医院。林医生，我老婆怎么样？脱离危险了吗？已经脱离危险了，手术非常成功，你放心吧。记得术后24小时内进食，注意休养。辛苦您了。应该做的。哎，那个，我先去看我老婆，回头再来谢谢您。好，老婆。今天幸好有你力挽狂澜，不然这次就危险了。过奖了，韩主任。我看今天的手术手法好像是双线程手术吧？我记得只有神医才会双线程手术法，而且只有神医才能治羊水栓塞这样的难题。你是不是？我只是一个运气好一点、懂一点医术的普通人。林峰啊，林峰，都
是你给害的，让我被臭牧民工打一顿。看清楚了吗？把他的手给我废了。今天有没有时间啊？一起吃个饭呗。吃饭？就是他，快抓住他！杀人犯就是他！之前小王负责。你干什么呀？这是医院，嚷什么嚷啊？就是你给我老伴动手术，结果把人给治死了。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林峰一直在手术台上，怎么会害你老伴呢？你们医院蛇鼠一家给我老伴动手术，把人给治死了，现在还死不认。儿子，你可得为你爹报仇啊！小子，你害死我爹，我要你偿命！我自己没事吧？哎呦，医生大人呐，大人呐，都来看呐，这医生大人呐！这个叫林峰的是个护工，他假扮医生给我老伴动手术，把人给治死了，现在还动手打我儿子，谁来替我的主人公道啊？这医生怎么把人给治死了呀？你没听见吗？那个人是个护工，假扮医生呢。怪不得，医术不精治死了人，还理直气壮打人，这医生也太不是东西了吧！别听他们胡说，林峰是被冤枉的。我胡说？我能拿我老伴的命冤枉你吗？老伴儿呀，你死的可太惨了呀，老伴儿，你死的可太惨了。哭啊，接着哭啊！怎么光打雷不下雨啊？好，你说我把你老伴治死了，我问你，你老伴叫什么名字？你说我把你老伴治死了，那我问你，你老伴叫什么名字？是什么时候进的医院？又是因为什么病动的手术？具体的死亡时间又是什么时候？你说说看。你什么你啊？说话。要不你说说。我告诉你，我们医院会对每一位病人的信息进行详细登记。如果你们说不出来个1、2、3，你们这就是在蓄意闹事，我们完全可以追究你们的刑事责任。冲着林峰来的。你少转移话题，我们今天就是来讨回公道的。你害死我爹，今天就要你偿命！如果这个医疗事故是发生在我们医院，我们一定会承担到底。但如果你们只是想污蔑我们的医生，我们一定会严查到底，情节严重者交给司法机关送进监狱处理。啊！坐牢？王哥，咱说好了只是演戏，怎么还要坐牢啊？你闭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什么啊？原来是假的呀！这几个人也太不是东西了，居然用这种手段抹黑医生！保安，把他们给我抓起来！站住！别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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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开！滚开！小心！哥，你没事吧？哥，你在哪儿？没事吧？快把他带走！哥，女士你好，我是急诊科主任韩清雅，能不能让我们看看你哥的伤势啊？我哥他怎么了？放心，没事，别紧张。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伤口大出血，先送主治室。林峰，这次只是一个正常的微创手术，应该很快就能结束。没那么简单。什么意思啊？我刚才观察到，韩主任，韩主任，虽然李主任已经控制住了患者的伤势，但现在还有更大的问题。是他。我叫陈勇，是隔壁市第2医院急诊科的主刀医生，主攻视力恢复方面的手术。没想到
这次我会以患者的身份跟几位见面。我听说过你，17岁的时候就考入国内最顶尖的学府，27岁在国外留学，获得了博士学位，之后拒绝国外丰厚的待遇，毅然回国报效祖国，让我国眼科领域发展提前20年。陈医生迄今为止，已经让数万名患者重见光明。那些都是虚名。现在的我，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继续动手术。情况不容乐观，除了耻骨、桡骨、腕骨均受到不同损伤以外，韧带也断了。更严重的是，手掌神经受到严重损伤。那陈医生的手？双手是人体结构最为复杂的躯干，骨头能治好，韧带也能恢复，可是这神经，陈医生的职业生涯因为医闹彻底毁了。陈医生的手以后真的没有办法再做手术了。可是还有那么多失明的患者，都等着陈医生去拯救呢。你的职业生涯不会结束。你的职业生涯不会结束。是你啊，林峰，你开玩笑的时候能不能看看场合啊？陈医生现在手被砍伤，职业生涯很有可能就此中断。这不是你吹牛是吗？林峰，你之前虽然做过几场手术，但这个手术和你之前做的性质完全不一样。你还是别说话。不，我相信林神医，如果是他的话，或许真的有办法。什么？陈医生，你竟然相信林峰？他只是和神医同名同姓，不是真的神医。陈医生，你刚来我们院，可能还不了解。这个林峰，之前就是个小小的护工，别说跟神医有关系，连个正经医生都算不上。够了！现在说这些干嘛呀？我们最主要的是保住陈医生的手。不是，秦雅，我说够了。林峰，你那里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案？你可以提出来。开刀、动手术，缝合每一条神经线，静养康复。林峰啊，林峰，这就是你说要保住陈医生手的治疗方案？开刀、动手术、缝合神经。林峰，你以为这是儿童游戏吗？你知不知道手部的神经缝合手术意味着什么？全国上下所有医院有几个医生能完成？小李，这缝合神经的手术这么难？对，神经缝合手术听起来像街头大样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啊，就像用挖耳勺舀干大海里的水。难道这么恐怖啊？人体神经极其复杂，全身上下有1000亿个神经单位，手部神经更是高达100万根，只要有一根接不对啊，李医生的手还是没法做手术。林峰提的方案是可行的，但是放眼全世界，没有人能完成，这也是李主任生气的原因。对，有一个人能完成。谁啊？林神医啊，他之前通过线上做过一台手术，人在京都，去给旧金山的患者做了一台脑肿瘤切除手术，手术不仅很成功，而且患者到现在都没有复发过。这么厉害啊？你做不到，不代表我做不到。你。赵院长，你来这儿做什么？我刚刚听说咱们医院有医闹的情况，咱们急诊室的医生被病人患者家属刺伤了手，我身为副院长过来看望一下。这是我急诊科的事，不需要您慰问。林峰，我之前就跟你说过，年轻人不要太气盛。现在怎么样？遭报应了是吧？你的双手废了，以后就不能做手术了。双手废的怎么是你？你是谁？他叫陈勇，是一位眼科医生，而且是一位让上万名失明患者恢复光明的眼科手术专家。林峰，你的手没事吧？这些废物，竟然连这些小事都办不好。难不成
你希望出事的是林峰吗？不是这样的。既然没有什么事儿，您先回吧，我们还要商讨方案的事情。青雅，赵院长临床经验丰富，说不定可以给我们出出主意。赵院长，是这样的，我们呢正在商讨手部神经缝合的手术的可行性，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实际上的建议？手部神经缝合？李主任，你这儿没事吧？放眼整个医院，谁有把握能做这样的手术？啊，是你还是你？我相信林峰可以把这台手术做好。对呀，我知道你跟林峰关系密切。放眼整个全国，能做手部神经缝合的医生不超过10个，能有把握做成功的，恐怕只有神医了。不如这样，我们打一个赌，如何？赌什么呀？如果林峰把这个手术做好，从今往后你不能再找他的麻烦。好，如果他手术失败，你们2个主动离职，以后不得从事跟医学有关的任何职业。好，一言为定。走。你这么相信我？我不是看不惯他那无法无天的样子。那你也不能。好了，准备手术吧。你们手术失败后，就给我滚出医院！我这么想弄死你！大家好，这里就是我们的医院了。从19……兰姐，林峰又要做手术了，这次更不得了，是缝合手部神经的手术。什么？快，准备直播间，快啊！现在开始手部神经断接手术，谭千雅1助，李云2助，团队是待命。孙护士，你负责记录患者信息，随时观测心脏血压情况。手术开始。是。直角线。大家好，这里是我们医院手术直播室，目前在进行的是手部神经断接术，主刀医生是我们医院的林医生。谭主任，加压给氧。好。手部神经断了，那这患者的手算是完了。这个医生看起来年纪轻轻的，感觉医术不怎么样。说不定啊，是哗众取宠的小白脸儿。受伤的也是个医生，大家请为他祝福手术成功吧。受伤的居然是位医生，那他后半辈子不就完了？这个医生的职业生涯已经结束了。再怎么手术也是白费力气了。大家请耐心等待。目前这位指导医生非常厉害，他曾成功抢救回羊水栓塞的孕产妇。就算救活了羊水栓塞又怎么样？孕产科和神经科可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医生到底……我听说这个主刀医生以前好像只是个护工啊。这护工出身，这医院是在开玩笑吗？你们救的可是医生，这么不负责任吗？你们不了解情况，不要胡说。陈勇医生因医闹而伤到了手，我们不仅是在救人，更是在挽救陈医生的职业未来。你们再敢歪曲事实，我就把你们全部踢出直播间。现在的医疗环境啊，医生真是……医闹害人呐！祝愿手术成功，祝陈医生未来顺遂。我相信林医生，也相信陈勇的手一定能恢复如初。林峰，我一直都相信你的。林医生，你怎么把陈勇的伤口给撕裂了？这什么破医生，来害人性命！他是不是和这医生有仇，故意报复？一个护工也敢来动手术，这个医院简直无法无天了！我这就去举报你们！你别打扰林峰，你在这里出去。副护士，有定。林峰，不要有心理压力，我相信你的技术。谭主任，你还是别相信他了，赶紧把他赶出去，换赵副院长进来，或许陈勇还有得救。深枝桡神经已经连接完毕。不可能，陈勇的手伤的这么严重，深枝桡神经怎么可能？是真的，深枝桡神经已经接上了。林峰，你太厉害了！别分心。什么神经？这个医生的手术成功了没有？不过是接上根神经，这手能不能用还得两说呢。能接上桡神经，算这小子有2把刷子，但正中神经和指神经也很重要，不知道他能不能成功。林峰，算你有点本事，不过恢复肌腱和其余的神经也不是一个小问题，你需要我的帮助吗？我需要你安安静静的站在旁边，听我吩咐。好，我今天就要看看到底能不能救得了陈医生。院长，3个小时了，哼，这林峰也耍不出什么花样来啊！妲己护工怎么能跟您这个副院长相提并论呢？
我说小丫头，林峰他只是一个护工垃圾一个，这个手术要我来主刀的话，你哥哥的手或许基本能恢复；林峰主刀的话，你哥哥的手算是废了。这个林峰虽然没能废了他的手，但他带着含金牙口出狂言，自毁前程，算是不错的结局。那可不是，那有些人呢，放着好医生不选，选废物，那后果只能自己担着喽。哎呀，咱们回去喝茶啊！好，好茶泡上。那个医生真的能治好我哥哥吗？中神经和尺神经连接完毕，骨膜伤也处理完毕。天呀，这也太牛了！那神经比头发丝还细呢，他居然能连接成功！相信他能救回羊水栓塞了，他简直就是医学天才嘛！这怎么可能？手甚至比机械还要快，还要稳。这林峰到底是谁？我都睡一觉了，这手术居然还没完，这医生精力也太好了。手术室的护士感觉都要站不稳了。别是手术失败，在这里拖时间吧？能不能行啊？赶快的！林峰，你还好吗？我还好，如果累了的话，就去旁边歇一下吧。不，我陪你坚持到最后。这快12个小时不吃不喝不休息，依然能够全神贯注。这林峰不愧是能救活羊水栓塞的孕妇的大神医生啊！手术成功。啊，林峰，陈勇的手！天哪，我要流泪了！这个医生的手终于是保住了。这怎么可能？刚做完手术的手居然就会动了！林峰，这正常。虽然说陈勇人还在昏迷，但是肌腱和手部神经都已经连接成功了，手部的神经功能已经恢复了。太好了，这简直就是奇迹啊！林峰，你太厉害了！林峰，你简直就是我的偶像。据我了解，这世上只有一人有这等神迹操作，莫非他就是神医？林峰，你竟然是林神医！神经尽断，肌腱受损，谁还能把这样的手恢复如初？只有神医才完成过这么高强度的精密手术。神医，我看到活的神医了！林峰，林峰，难道你是林神医？啊，不可能！神医怎么可能不去在我们一个小小的医院当护工呢？好了，大家都辛苦了，先把陈勇送到监护病房吧。哎，怎么了？磨磨蹭蹭的，陈勇推不出来了，怕是醒不了吧？林医生，我哥哥他怎么样了？早就跟你哥哥说了，一个垃圾护工的话也信，这下好了，命都给搭进去了。就说了要找金牌医生做手术，这下好了，命都没了。对呀，这个医生没有金刚钻，就不要揽瓷器活。人家只是伤个手，他这是确实要了人家的命啊！你别难过，告医院要赔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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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赔偿！我不要赔偿，我只要我哥哥。你别着急，这件事与我们医院没有任何关系。林峰他只是一个护工，我现在就把他逐出医院，送去吃牢饭。送谁去吃牢饭啊？你们小心点啊！你怎么走这么快？都不等我们？我只是想先和患者家属谈谈。这样，你这是在包庇我。陈勇，八成是已经死了。你才死了呢！你是医生，难道不知道病人要醒麻醉吗？空口白牙在这儿胡说什么？我一定要告诉韩院长。醒麻醉？难道手术成功了？陈勇的手都被砍成那样了，怎么可能恢复？你当然不可能。人林峰
峰就是能做到，直播上面清清楚楚，林峰刚动完手术，陈勇的手就能动了。这不可能，怎么可能动？天哪，这是真的，针刚拔出来，手就能动了，简直都是神迹啊！你居然还救活过羊水栓塞，这种死亡率接近100%的病，你居然都能救得回来！哎，林医生，下个月我老婆要生小孩，请你一定要主刀啊！林医生，我也求你！林医生，林医生，求你了，林医生，求你了，林医生！好，冷静一下，医院会安排的，让我们先和患者家属谈一谈，好吗？林医生，我哥哥他……你哥哥手术情况非常好，你放心吧，他一定会痊愈的。你要相信林峰，他一定能救好你哥哥的。等一下，我觉得林峰手术有问题，等我确定了之后再说。院长，陈勇手部的所有神经竟然都连接正常了，这种难度的手术，林峰真的完成了？这怎么可能？家人们看到了吗？林医生的手术成功了！我的天哪，手上的神经系统可是最复杂的，这种手术只有那位林先生才完成过。没想到他真的成功了！不可能，林峰怎么会完成这么复杂的手术？莫非他就是那位？不，他只是一个护工而已。赵院长，林峰已经成功了，之前的赌约是不是可以履行承诺了？手术是成功了，可到底会不会影响这位医生的职业生涯还不一定。韩主任，你下定论下得太早了。出尔反尔！等他康复之后，完全可以继续做这事。你一个护工输了无所谓，我只看事实下定。赵院长，你要反悔吗？赵副院长，你是准备抵赖到底了是吧？我说了，我是按事实说话。他一个小小的护工，值得我去找他麻烦吗？这段时间，林峰的能力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他的医术远远不只是一个护工了呀。靠运气做几场简单的手术，就以为是神医了吗？你没关系，病人呢，咱们已经救回来了，这才是最重要的。赵副院长，我希望类似的事情别再发生。你什么意思？你说我什么意思？下不为例，否则你一定会后悔的。你威胁我？哎，林医生，哎呀，林医生，我刚才看了您做手术的直播，您的医术太高超了。林医生，我听说有人一直欺负您呀，虽然我没什么本事，但是有人敢欺负我的恩人，拼了这条命，我也为您出了这口气。凭什么林峰只做一台手术就有人这样？哎，我说姓赵的，您上次挨打还没挨够是吧？好，不就是一个承诺吗？我信守承诺，我以后不再找你的麻烦。不过你以后千万别犯在我的手里。哎，你走。周先生，这次谢谢你了。哎呦，韩医生，你千万别这么说呀！幸亏有你们，我们家才平平安安的。孩子怎么样了？哎，都挺好的。林峰，别人家属想见你。哦，林医生，那你们有事儿你们就先忙，我去看看孩子。好，你先去。你们忙啊。谢谢你，林医生，谢谢你救了我哥。他是医生，如果手废了，他后半辈子都完了。没事，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听别人说了，这次如果不是你，他手就废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了。你这是干什么呀？快起来！别这样，你哥哥是医生，他救了很多人，我们救他是应该的啊！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林峰，这次算你厉害。你哥哥的手已经好了，你先回去休息。
等你调整好状态再去见他，啊？走吧，我带你去见他。这次我也应该谢谢林大医生了。你谢我干什么？要不是因为你能完成这个手术，按照赌约，我都应该辞职离开医院了。谢谢林大医生挽救了我的医生生涯。你还知道啊？下次千万不能这样，太冒险。我相信你。你先去忙吧，我去看一下陈医生。好。是不是林医生来了？是我。林先生，您就是林神医对不对？林医生真的是林神医吗？手部反馈如何？林神医居然不愿意暴露自己身份，他隐藏身份肯定有他自己的原因，还是播了。手部触感清晰，只等彻底恢复就好了。而且，我相信你。那就好，你好好休养。谢谢你，林先生。如果不是遇到你，我这个手估计就废了。不说这些，好在结果是好的。能遇到林先生这样的人，是我的荣幸，真的谢谢你。我这样的人吗？林先生，您身为顶尖的临床专家，又即将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就连大英皇家医院和全球医协协会会长都高薪聘请您为什么会在这个小医院待着？我自称神医，救了所有人，可到最后连自己的母亲都救不了。钱权名利毫无意义。林神医的过去想必也充满了遗憾。既然林先生不愿意多说，那我就不问了。那个林先生，能不能再拜托你一件事？你尽管说。我现在这个情况，短时间内恐怕很难再出院了。这段时间，你能不能帮我查看一下我妹妹的情况，做一下会诊？可以。谢谢，本不应该麻烦你的，但是我妹妹情况特殊，我真的有点力不从心了。真的要谢谢你。不用客气，这是我的本分。好好休息。医术光明，深明大义，这便是当之无愧的神医，无双做事。林峰，你怎么了？没事儿，就是想起之前的一些事。林峰，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就是林神医对不对？你怎么这么确信我就是他呀？赵天他虽然人品不行，但医术还算不错，就连他都不能将陈勇重归于手术台，但是你做到了。除了这个解释，我真的没有任何理由。这个世界上的好医生有很多，林神医的签名我特别熟悉，你给高兰的签名和林神医的简直太像太像。你也说了只是像，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哎，我请你吃饭。你去吗？怎么样，心情好点了吗？你怎么知道我不高兴了？今天从病房出来的时候就看你心情挺糟糕的，这不，带你出来吃饭，换换心情。走。这趟幸福的列车。怎么样，喜欢吗？粤菜是清淡了点。不喜欢啊？没有，清淡点好，健康。那我们以后能不能常来啊？不方便没关系的，我的意思是说，只是一起吃个饭而已。起开！这么大人烧个孩子怎么办？哎，两位误会了，我们是医生，刚才看你家孩子噎着了，我们是在救他。儿子，怎么办？谁能来救救我儿子？120，快点啊！夹着住儿子！孩子现在很危急，等不到救护车的。我是医生，这是证件。快救我儿子啊！你真的是医生吗？求求你救救我儿子吧！那快救我儿子！好，来，小朋友，放松，别紧张，双腿站开。好，
降脂放松。这是在干嘛？孩子都被噎住了，还不送医院？还在这里抱来抱去有什么用？这是海姆立克急救法，是目前最好的急救方式。谁知道啊？就这还说自己是医生呢，孩子被噎住了就这样治啊？就是，你们耽误孩子去医院，就是等于在杀人。东西进来了！哎，你们看，这孩子脸色开始转好了，竟然真的给救回来了。好的，没事。没事，快点。林医生，又救人了。这种临时性的急救，你应该也会吧？你们看到吧？刚才我同事只是想救你们家的孩子，如果不是他发现的早，你们孩子都要出事儿了。是的，对不起，是我错怪你们了。医生，简直是太感谢你们了！今天如果不是你们，我们俩一定会后悔一辈子。谢谢。医生，我刚才还阻碍你救我的儿子，对不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宝，跟叔叔说声谢谢。谢谢叔叔。不客气，小朋友，记得3天内禁辛辣，多喝温水。好的，谢谢您。你们是哪家医院的？我要给你们送锦旗。对，这有钱。医生，谢谢你们救了我儿子。哎，不用，这是我们医生应该做的。这就是有医德的好医生，他们夫妻俩简直就是这个行业的典范。对，我想起来了，他就是最近那个网上很火的大神医生林医生嘛。我说怎么这么熟悉呢？哦，对，就是他就是那个什么医院的大神医生，他可厉害了，别的医生都做不了的手术啊，他就能治。他好像还是国际上著名的那个林医生差不多。林医生，能不能给我个签名啊？真的呀，这么厉害，给我签个名吧。我也要。我签个名。那些人实在是太可怕了，还不是我说林大医生，你现在可是大名人了。名气再大，又有什么用呢？怎么了呢？名气再大，地位再高，我依旧是个废物。不，你不是废物，你很厉害的。因为你，宋老才没失去自己心爱的小孙女；因为你，周良一家人才能团圆；因为你，陈医生的双手才能恢复如初啊，不是吗？可是当我面对生我养我的母亲的时候，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就是个废物，一个一无是处的废物。你妈妈得了什么病啊？阿尔兹海默症。妈，来吃饭吧。妈，你去哪儿？到放学的时候了，我在接我的小峰回家。你拽我！先吃饭吧。你别拽我！你谁呀？我都不认识你呀！我就是小峰。是小峰？净瞎说！我这小峰才4岁，你谁呀你？小峰，妈接你放学回家。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一点一点忘记我。可是我……林峰，阿尔兹海默症这个病是全世界公认治不好的，这不怪你。清扬，可是我学医就是为了治好我母亲。我相信他看到这双手治了很多人的病的时候，他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的。林峰，你虽然没能治好你的母亲，但你救了很多个母亲。你很厉害，你是最厉害的。
医生，能先回趟医院吗？我有一点急事。哎，丽云，慢点跑，小心摔着。爸，你还记得我不？你谁呀？你别叫我爸，我就一个儿子，没你这么大。净瞎说！我这小凤才4岁，你谁呀你？就是这个情况。今天回家的时候，我发现我父亲突然不记得我，而且只要一看见小孩，就会把他们当成是我。阿尔兹海默症。林峰，你是我见过最厉害的医生，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救救我爸！只要你能治好我爸，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林峰，你没事吧？爸，回来了。饿了吗？我给您做饭啊。做饭？那好啊。哎，你谁啊？你是？我是林峰，耳熟吗？林峰？哎，我儿子也叫林峰啊，好巧呀，孩子，我儿子也叫林峰。爸，我就是您儿子，我就是林峰。儿子，林峰是我儿子。再来一口。好吃，妈妈？好吃啊！我儿子做的饭特别的好吃啊！好吃，多吃点。来。哎，你是谁呀？怎么会在我们家呀？妈，我是林峰，我是您儿子。走吧，我带您回屋休息。妈，当年你老年痴呆的时候，我医术不够精湛，只能眼睁睁看着你的病症一步步恶化。现在同样的情况摆在我面前，我不想再看着同样的情况出现在别人身上。我可以试一下。真的吗？谢谢林医生，谢谢林医生，谢谢林医生。李媛，这干嘛？快起来！李媛，我得先和你说清楚，这个病我没有十足的把握。李媛，爸做了你最爱吃的菜，早点回家啊。林峰，你也没把握能治好阿尔兹海默症，对吧？李云他父亲现在的情况，只是阿尔兹海默症的早期症状，是有机会痊愈的，但只是有机会。所以，我不想让李云有了希望之后再绝望。哟，这么厉害，什么病都敢治啊！简直不知天高地厚。李云父亲的事儿我已经都知道了，我劝你们最好停止治疗。如果影响了手术的整体成功率，败坏了医院的名声，我绝饶不了你们。救人是我们作为医生的本分，你怎么能拿手术的成功率和我们的名声做对比呢？云峰，你的背景我已经调查过了，你的母亲就是死于阿尔兹海默症，你连你的母亲都救不了，还在这逞什么强啊你？
这说话了，戳中我的痛处了是吧？干嘛呀？闭上你的臭嘴！推我！他竟为了我打了医院院长。怎么着？你要干啥？你再不打，我也打你！李云竟然也帮我，等着你们治疗失败的消息。林峰，你别在意他说的话。林峰，要不然还是放弃治疗。你说什么呢？你要眼睁睁看着你爸去死啊！我当然不想。明明我自己就是医生，但我却眼睁睁看着我爸的病束手无策。可是我是真的没有办法。组织会诊吧。好。林医生，可以开始了。先简单介绍一下患者情况吧。此患者名为李章，男，73岁，阿尔兹海默症早期患者。其目前症状为记忆力衰退、记忆缺失。各位，此次会诊的目标是治疗阿尔兹海默症。李云，方便简单说一下你家里的情况吗？啊，这个和我们的治疗方案有什么关系吗？当然有。大家好，我叫李云，一个出生在山里的孩子。从小，我都在山区长大。6岁的时候，母亲因病去世，留下我和妹妹，只剩父亲一个人，独自把我们俩拉扯长大。我父亲辛辛苦苦的工作了一辈子，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我和妹妹走出大山。毕业之后，我进入医院，如愿成为了一名医生。原本也到了他老人家给享福的时候，可没想到，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只要有一丝希望，我都愿意试一试。林峰，这么快就有方案了？什么办法呀？咱们要演一场戏。一场戏？对，我需要你帮我找2个人，一个是10岁左右的小男孩，还有一个是18岁左右的青少年。好。没准儿真的可以。小朋友，记清楚我接下来说的话，好吗？好。从现在开始，你叫李云，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记住了。嗯。从现在开始，你也叫李，是一位刚刚考上医疗大学的大学生，成绩非常优异。好，记清楚了。记清。好。我没看错吧？林医生想要治疗老年痴呆，我看他是异想天开。这是林峰林医生，很厉害的，不懂不要乱说。究竟是谁不懂啊？老年痴呆可是不可逆的脑组织病变性疾病，根本无法治疗。是啊，我还听说了，传说中那个神医都治疗不了。我看这次林医生得脱手了。大家不要吵了，林医生既然提出了治疗方案，就一定有机会的。林峰，你到底什么办法呀？对啊，你这到底要干嘛呀？
记忆速。我说的话都记清楚了吧？去吧。相信林峰，他一定会成功的。他是疯了吗？还重塑记忆？听起来这么唬人，我看说不定真的能成。爸爸，我放学回来了。儿子回来了，饿不饿呀？爸，我不饿。告诉你个好消息，这次考试我又考了100分，我还用攒的零花钱给你买了一双新鞋。爸有鞋穿，还用你给我买吗？以后啊，钱自己花。小时候我父亲对我也很好，但是我叛逆啊。是啊，那会儿贪玩，天天想着怎么逆着父亲来。儿子，干嘛去呢？我去好好学习，我要考大学。考大学啊？爸，怎么了这是？怎么到这里来了？这里脏。爸，你看这是啥？我考上医科大了。儿子，太好了！哎呀，我儿子考大学了。爸，你看这是什么？这是录取通知书，我考上大学了。录取通知书，大学生，我李家终于有个大学生了。是啊，爸，等我考上大学，等我大学毕了业，挣了钱，我就让你好好享福。好，你老子就等着享福了。我上学那会儿根本就不学习，还总是跟我爹对着干。现在想想，真是该死。我大学的时候天天忙着谈恋爱，根本没想跟我爸怎么样。爸，我上学找工作，你等我回来养你。工作好，上了大学就能找到好工作了。李渊，爸，我找到工作了，现在是个看病救人的医生。我儿子有工作了。爸，你不是总说让我们走出大山吗？我做到了。我爸走了10多年了，如今连打电话的机会都没有了。子欲养而亲不待啊，好好珍惜眼前人。儿子，是你吗？爸，你记起我来了，是我。爸爸妈妈呢？爸，快看，我考了100分。爸，我考上了，我考上医科大了，我被录取了。爸，看，看我收到什么？患者送我的锦旗。爸，儿子，你现在已经长这么大了，都有白头发了，这些年过得很辛苦吧？爸，不辛苦。儿子。我的儿子，林医生的父亲居然真的想起来了。怎么可能？这个病人的阿尔兹海默综合症竟然真的治好了！林医生好厉害啊！我觉得林医生比林神医还厉害，他的医术绝对已经超越神医了。今天我们见证了一场奇迹，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拿回了属于自己的记忆。林峰，太好了，你的方案
你怎么一个人来天台了？怕别人夸你啊？没有，我透透气。你是不是又想到阿姨了？你说，如果我母亲患病初期，我就有了现在的艺术，故事的结局会不会不一样？每个人的人生都会有遗憾，我们都要带着遗憾继续前行。清雅，谢谢你。林医生，林医生，林医生，你们怎么在这儿啊？大家找你呢。屋里太闷了，出来透透气。对，透透气。脸这么红，是该透透气啊。有什么事儿啊？我找他。林峰，谢谢你。李元，不用客气，这是我的本职工作。不一样，之前我处处针对你，还一次又一次地否定你的专业能力。谢谢你救了我父亲。那也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是你帮我了却了一个心愿。不管怎么说，你都帮助我救了我父亲。看在你帮我忙的份上，清雅，我就不和你争了。你也争得过我？是林的，原来你会开玩笑啊，我还以为你不会笑呢。我又不是你们谁的什么东西，什么让不让的？林峰，师妹这回去拜堂。我知道。行了，不说这个了。林大神医，为了感谢你救了我父亲，走，请你吃大餐。可是你还没说什么意思呢，快回答。没什么意思，他就是他吃醋男人的事儿你少管干什啊！么你？林医生，林医生，看你救救我妹妹。思琪，思琪，怎么样？摔疼没？哥，啊，我没事。你怎么自己跑出来了？我不是跟你说让你在房间里好好待着吗？我担心你，我害怕有人在伤害哥哥。都是哥哥不好，不仅没有治好你的病，还让你反过来担心我。哥，你别这么说自己，我眼睛看不到，我有一个能照顾我的哥哥就够了。陈医生，我们先进去。行，来，思琪。慢点，慢点。陈医生，你妹妹眼睛……我妹妹从小就患有眼疾，小时候呢还是能看见的，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视力变得越来越差。你们不知道，我妹妹曾经有多么喜欢画画，她喜欢去画湖平细细的天鹅，去山上画那云遮雾绕的山野。她告诉我，她要把全世界的美景都画下来。可是就在她18岁生日那天，她告诉我，自己彻底看不见了。思琪，我能问一问关于你眼睛的问题吗？好。你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起初有什么症状？大概在我10几岁的时候，突然感觉视线没有以前那么清晰了，我以为是我没休息好。后来这种模糊的感觉越来越频繁，直到前不久，我就彻底看不见了。不瞒你们说啊，我这些年主攻眼科领域，为的就是能找到让我妹妹恢复视力的治疗方法。思琪，来，这边。之前做过细致检查吗？做过，但她的情况比较复杂。角膜的浑浊呢，是导致她失明的重要因素之一，需要通过骨质人工角膜移植术来帮她恢复视力。不过，这个手术难度极高。当然，我对这个手术呢也有过研究。之前吴老师配合我能完成这台手术，但是在2年前，吴老师故去了。而现在我手部受伤，更是没有办法完成这台手术。如果说现在有人能独自完成这台手术，林医生，那恐怕就只有您了。先住院，重新查一遍。好。
这个林峰真是一天都不休息。牙神经移植眼神经手术，好大的口气呀！院长，林峰的医术还是很不错的，他以前也成功治疗过一些疑难杂症。那只是运气好罢了。院长，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呀？他不是想挑战做神经移植手术吗？让他去做，我倒要看看，如果手术失败了，他还有没有脸继续留在医院？院长，咱们这不是拿患者的生命冒险吗？他去做手术，要冒险的是他冒险，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说对。放心吧，检查我们已经做了，等没有问题了，我们就去做手术。太好了，妹妹，这下终于有希望治好你眼睛了。明天你们的手术推迟了，为什么呀？手术都已经准备好了，说推迟就推迟啊！手术室有其他重要手术安排，神经移植手术往后推。这一定是周天故意的，还真是贼心不死。不行，不能耽误，耽误一天，他的视力恢复就越渺茫。我去找他理论。医院的手术安排我说了算，没有什么好理论的。你们的病人是病人，其他的病人就不是病人了吗？你故意找茬是吧？林峰的手术方案是通过验证的，他可以随时做手术，你是知道的。我说不能做就是不能做，你想怎么样？在这儿我就是天。妈，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我还能看得见吗？别担心啊，妹妹，有哥哥在呢。没错，我们一定会正常推进手术的，我们一定也会让你重见光明。赵天是副院长，按照规章制度，他是有资格停止我们手术的，就连我爸也不好插手。现在我们唯一要考虑的，转院。可这场手术对于手术环境和手术器材要求很高，除了咱们这家医院，短时间内你想找到第二个相同级别的手术室，可就太难了。你们先聊。或许我们还有另外一种方案。有人阻止我动手术，我需要帮助。峰，你没有行医资格证，敢在医院做手术，你这是非法行医。赵天，你又想干什么呀？林峰的临床手术能力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他不知道要比那些有行医资格证的人要强多少倍，所以他有资格做这个手术。我看你们就是故意刁难林医生。能力是能力，资格是资格。如果都没有行医资格证动手术，那医院要规章制度干什么？啊！把林峰给我抓起来！我看有我在，谁敢动林峰一根手指头？没错，今天谁要是敢阻止林医生做手术，就从我身体上跨过去。你们两个都是动手啊！连我的话都不听了吗？小心我把你们几个都开除了！看谁敢！来呀，不怕死都来碰一碰了！陈有浩，你的手已经废了，你连自己都保不住，还想保别人？赵天，我劝你赶紧离开这里。林峰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做手术？我告诉你，今天你不但手术做不了，而且自身还难。你想干什么呀？我身为医院的院长，当然要阻止无证行医了。倒是你，身为医院的医疗主任，不但不帮医院也就算了，你还阻止我，你这是在包庇犯罪。赵天，你是副院长，我爸是院长，这医院还轮不到你来做主。还院长？他已经昏迷不醒了，在这个医院，我的权力才是最大的。你一边待着去，没你的事儿。赵天，现在只有林医生能让我妹妹自理了。你今天要是敢动她一根手指头，我就算死，我也要跟你拼了。陈瑶，我劝你一边待着去，一会儿我就帮你妹妹做手术，不然的话，我饶不了你。不行，现在只有林峰能救我妹妹，你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身份，他可是……我告诉你们，今天就是医神来也阻止不了我。
说林峰啊，林峰，我知道你有点才能，但是你挡我的路了，你知道吗？找死！住手！住手！赵天，你想干什么？宋老，您怎么来了呀？我要是不来，你是不是就要对林医生动手了？哦，宋老，林峰他无证行医，我正在帮医院处理无证行医的事情。林峰的医术，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想处理林峰，你算哪根葱？林医生救了我的小孙女，她就是我宋家的贵人。你敢动她，你还有没有把我们宋家放在眼里？林医生，您放心，有我们在，今天谁也动不了你。林医生，我这把老骨头以后还指望着你了。以后谁敢和你作对，就是想要我宋征的命。宋老，您言重了，我们哪敢要您的命啊？这一切都是误会，都是误会。赵天，你还真是厚颜无耻！你做的事情我们都看在眼里呢。赵副院长，都到这个时候，你还在电脑上？哎，我说你们在胡说什么？不能因为你们平时对我有意见，现在就诬陷我啊！林医生，你说该怎么处理？赶出医院，行业封杀。明白。赵天，你还有什么话要说？真的是他们诬陷我，他们诬陷我呀！还要狡辩到什么时候？你们还要狡辩到什么时候？韩三全，我说你怎么行啊？你不是我是被你下药了吗？幸亏护士检查细节，发现药物异常，这才让我逃过一劫。你下药导致我昏迷，还要对林峰图谋不轨。从现在开始，你被开除了。赵天，你医德败坏，满口谎话，竟然还想伤害林医生。接下来你要面对的是法院对你的指控，我希望你能够好自为之。让你受惊了，林医生。多谢。林医生，那我妹妹……放心，要不然你们先回去，手术马上开始了。好。你没事吧？你早就知道赵天要来找麻烦，所以提前给宋老和周总打电话了，对吧？如果赵天继续留在医院，会影响你当院长的。你是为了帮我清除医院的毒瘤，所以……好了，手术马上开始了，走吧。他竟然为了我，愿意动用外部的势力。啊！好。角膜姐，这不是林医生吗？他在做什么手术？好像是骨齿人工角膜移植术。我的天，听说这个手术全世界也没几个人会做，而且这个手术需要多学科协作，世界上能够独立完成这个手术的只有神医。镊子，固定住病人的下颌。我准备开始剥去牙神经，准备骨齿人工角膜复合物。最关键的要来了，接下来就是将牙神经移植到眼部，这是骨齿人工角膜移植术最难的一步，绝对是作秀。什么时候开始带货？开始移植。成功了！能完成这场手术的人只有神医一人，林医生果然就是神医。神医大人在上，受小人一拜。这还没真的成功呢，不排除林峰作秀。能合作完成这台手术的人，全球只有不过10几个人。能独立完成这台手术的人只有神医，林峰竟然是神医！我孙女儿能让林神医为她做手术，真是
上天对他的眷顾啊！原来传说中的神医，竟然就是林医生。你看林峰，手术成功了。谢谢，谢谢神医。准备包扎吧，包扎完成之后，把病人送回监护病房。确认了，真是神医！怪不得林医生能救回羊水栓塞，能治好老年痴呆，只有神医能做到这个程度吧？果然，林峰真的是神医。妹妹，感觉怎么样？哥哥，我能看见了。对，能看见了。可以啊，林神医，隐藏的够好的呀。就我最后一个找到，你又没问我。没想到神医就在身边，倒是我眼拙了。能遇见林神医，这是我们的万幸啊！林峰，我一开始看你就不简单，原来你是神医啊！以后希望我们能常合作。那就多多指教了，韩医生。陈医生，哥，往这边来点。林医生，笑一下。